裝備是我拿的，敵人是我打的，角色是我認識的，聯盟是我促成的。明明我在玩遊戲，為什麼卻比上班還無聊？為什麼隔壁對馬島之魂做的也是差不多的事兒，卻更像真正玩遊戲？他們的差別究竟來自哪裡？從這些差別中，我們能發現罐頭遊戲的問題根源嗎？當然能，而且答案可能比內容重複更扎心，因為有些罐頭遊戲一直把玩家當局外人。提起刺客信條，從俯瞰點一躍而下的信仰之躍，應該算是玩家們的標誌性記憶。但俯瞰點的目標同步在英靈殿裡，卻變成了一個方便但很隨便的功能。只要完成同步，方圓幾公里的財富、傳說、文物的位置都会被滿屏的光柱立刻揭示。等待玩家的不是慢慢探索的新鮮感，而是位置確定，只剩拿快遞。哪怕你走進尚未同步的未知區域，屏幕上方的導航也很容易把旅途變成純趕路。資源不夠稀缺，小任務又很少改變玩法，玩家自然就沒理由停下來觀察。久而久之，這個世界就會讓你產生一種很奇怪的空洞感，風景很好，但與我無關。但探索與目標的關係，在對馬島之魂裡卻有着另一番生動表達。如果要說遊戲的最佳表現，那麼風向導航絕對是這部遊戲的神來之筆。遊戲默認沒有任何界面元素，如果玩家召喚清風，屏幕就會出現明顯的氣流線條，或者只是觀察蒲公英和樹葉的飄動軌跡，也足以辨識方向。融合自然元素的風向導航，它妙就妙在它把趕路變成了一種輕度解謎。玩家不再是奔着目標純趕路，而是觀察風向，理解環境，判斷路線，修正方向。而且你不僅在趕路，還是邊走邊發現。地圖上的兴趣點不會像英靈殿一樣一次同步就擺到你面前，而是只有你探索到附近，問號才會出現。位置不可預測，玩家才會去觀察尋找。世界在你面前緩緩展開，玩家才真正處在探索的旅途中。如果說英靈殿把探索發現變得可有可無，那角色變強也幾乎沒有給玩家留下經歷的痕跡。主角武器盔甲的獲取有3個顯著特點：你知道大概位置，同步後看光柱；你知道大概是什麼，奧丁之眼就能識別；你還知道怎麼獲取，無非就是地形解謎搜宝箱，不是爬屋頂就是鑽地洞。但對馬島不一樣，比如遊戲告訴你办公是石川師傅給，但你不知道辦公準確位置，更不知道具体怎麼拿，你得跟着做任務。任務之中既有故事轉折，又有人物對白，還有戰鬥代價。武器裝備是人物和事件給你的。裝備升級雖然都得搜集材料，但對馬島卻沒有重複單調的地形解謎，因為他把重心放在了升級決策上。颇具挑戰的戰鬥環節，加上升級對材料的嚴格限制，每次武器盔甲升級都會讓我糾結很久。關鍵每升一級，對戰鬥體驗都是肉眼可見的提升。裝備會影響戰鬥，技能樹也一樣。對馬島之魂的技能樹設計風格極簡，但每一個技能的解鎖也都能直接改變戰鬥體驗。比如駕駛風之下的流水招式可以瞬間擊穿盾兵的防御，戰鬼分支裡的飞刀能立刻擊溃多個敵人的包圍，這就會促使玩家在戰鬥中主動觀察敌人類型，判斷戰場局勢。相比之下，英靈殿的技能樹卻更顯臃腫龐雜，技能點被拆分的極為瑣碎，而且不相關的技能雜糅在一起。比如在潛行分支裡居然出现了生命值提升，我猜設計大概是想突出技能升級要均衡，但這個判斷不是應該由玩家來做嗎？尤其带小数點是真沒看懂，玩家在實際戰鬥中真的能感受到這0點幾的增益嗎？當然技能解鎖也能提升戰鬥效率，但問題是很多戰鬥並不需要玩家觀察敵人類型改變戰鬥方式，只要在恰当时机完成有效格擋，就會大概率觸發禁運操作，足夠解決掉大部分普通敵人。技能升級更像是數值的不斷計算疊加，而不是立竿見影的戰鬥增益。而且 Eivor 的生命值上限和肾上腺素的提升大多只是技能樹上的点擊操作，和玩家的環境探索幾乎沒有關係。但对马島之魂主角生命值、決心這類技能提升卻和玩家的真實環境探索掛鈎，他們被做成了一個個富有文化底蘊的小活動、小任務。想提升最大生命值可以泡溫泉，
想獲得更多決心，可以砍竹牌；想升級更多護身符格子，還可以拜神龕。玩家是在真實的環境探索和學習中不斷提升技能和屬性，是真的在經歷變強，也有身臨其境的探索感和探索本身的必要性。所以英灵殿里即便有着風景優美的挪威雪山和綠草如茵的英格蘭群島，但卻格外空洞，很難讓你有身在其中的沉浸感。到了情感層面，英灵殿的局外感會變得更明顯。联盟任務中，各個郡國看似都有故事，有人物，有政治衝突，有王位爭夺，但這些矛盾和衝突卻大多只發生在當地人之間，而不是實實在在發生在主角身上的人和事。說白了，玩家只是幫助解決別人家的家務事，拿到結盟，任務結束。反觀对馬島之魂，每一章也有故事，有任務，有聯合各方力量，也有逐步收復失地，但遊戲卻成功讓玩家在情感上與主角經歷發生共振。每一次戰鬥前對峙還是暗殺，既是玩家戰術決策上的糾結，也是人內心武士道精神與戰鬼實用主義的對抗和掙扎。每一次與蒙古人正面交鋒的凶險，既是玩家不斷見招拆招的瞬間決策，也是人不断强大武艺為故土而戰的勇氣和毅力。每個任務中對入侵戰亂給百姓帶來的苦難刻畫，既是玩家在感受世界發生的故事背景，也是人親眼目睹百姓被無情屠戮的旅途見聞。人每拜一次神龕，念一段牌句，泡一處溫泉，追一群金鳥，既是玩家在探索這個世界的自然人文，也是玩家在提升角色屬性，更是支撐人為守護對馬島而戰那一個個的信念和決心。此時登高望遠，面對破碎山河的壯美，有多少玩家能不被其所動容？這才是你願意投入的原因。人在旅途中與不同階層的人物都有交集，但玩家與這些角色的關係卻是生動鮮活的。人的武士道是舅舅教的，每次與蒙古兵的正面衝鋒，不僅是玩家在用武士刀的一招一式來擊敗敵人，更是人在一次次踐行着父輩傳承的武士道精神。人的盔甲是正子夫人送的，它不僅是玩家抵御刀剑的護体神兵，更是承载着正子夫人对痛失长子的懷念和復仇的決心。人的射術和彈弓是石川師傅給的，這不僅是玩家遠程擊殺敵人的趁手武器和技藝，更是暗藏着石川師傅一段師徒傳承的失敗與執念。潛行暗殺是劫奈勸的，不僅讓玩家面對強大的蒙古軍隊多了一種迂回戰術，它更是把人從武士道的因循守舊推向戰鬼道路的關鍵一步。相比之下，英灵殿中玩家與任務裡的角色卻更顯疏離，他沒有真正融入到玩家的長期玩法中。主角哥哥常年在外，每次出現都像是劇本友情出演，结盟的领主們只在某個地区出現，最后在大戰裡才露下臉。他們對於 Eivor 的技能、裝備、戰鬥方式影響不大，對於玩家而言，也更像是故事背景裡的匆匆過客，而不是真正改變玩家玩法和进入玩家情感的鮮活的人。看到这裡，英灵殿裡的罐頭味究竟是怎麼來的，你大概可以品出來了。遊戲可以包含各種各樣的關係，比如目標和探索的關係，技能和成長的關係，人物與情感的關係。但最重要的是，設計必須把玩家放在這些關係裡，讓玩家成為信息關係中繞不開的節點。對馬島之魂之所以讓玩家更投入，就是因為設計在拼命把玩家的一舉一動融進這些關係裡，玩家始終是故事和體驗的核心。刺客信條英靈殿是育碧出品卻表現平平，是因為它只是着力編織龐大的信息網，卻把玩家置身其外，玩家俨然成了一個局外人、工具人。而工具人不需要思考，參與者才需要，這才是玩家討厭罐頭遊戲的真正原因。而讓玩家成為參與者，不再只是一句空洞口號的關鍵，就在於各種信息關係必須讓玩家能夠觀察、理解、選擇和行動。只有不斷思考行動，玩家才真正處於關係之中，玩在遊戲之中。這不正是遊戲和電影小說最本質的區別嗎？所以這個角度真正有用的地方在於，它不僅解釋了罐頭遊戲的乏味根源，還能解釋很多看似不相關的遊戲現象。比如為什麼人類計劃奧德賽不看攻略玩不下去，
因為信息之間的關係無法被玩家理解和消化，玩家被迫處於各種關係之外，變成了睜眼瞎。生化危机系列的背包設計之所以经典，是因為它在通過背包決策促使玩家不斷查看資源、判斷風險，把玩家重新拉回決策中心。塞爾兄弟3的吹口哨先開掛，但卻毀了整個潛行玩法，因為它本質上是在消解玩家和潛行之間的關係，讓口哨成為唾手可得的通關神器，把玩家推離遊戲之外。所以如果把這期視頻換成我最想說的一句話，那就是玩家的位置很重要，他們的參與更需要被遊戲真正看到。我是 Gavin， 我們下期再見。